大家好，现在我在一条大河边啊，这里是吊桥。今天呢，我准备到对面悬崖峭壁上去探访一户居住在崖壁上的人家，环境非常漂亮哈。我从上方来到这个河边呢，已经步行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估计上到这个悬崖呢得1个多小时啊。走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河边还有一个房子啊，以前有人居住，现在呢已经是荒废了。然后这里呢就是一座吊桥，这个吊桥可能也很久没有人走了。然后下方就是奔腾的河流，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绝了。然后我们要爬这种90度高的悬崖，走，这个上面太闪了。还要顺着这个河道平着走过去，走一段之后呢，从那边的这个山梁上，然后往上爬。今天是天气比较不错啊，否则我都不敢在这个这么深的峡谷地带来。下方就是汹涌的河水，是吧？上方是90度的上千米的崖壁。这里应该是以前的一个水利灌溉工程啊，这边弄了一个大沟，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小堤坝。看下方的河流，哇！天哪，我顺着这个河边走过来，我都走了好一阵了，还没有走到这个可以上崖的路。而且我来到这里呢，也是在那个河对面的村里面问了一个老人家，然后他给我指的路哈，否则的话我根本找不到这里啊。在山里面真的是这样，你看着好像挺近的，但是实际上走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一下咱们还要爬这个400-500米高的悬崖峭壁。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往上了，这个地方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好像有个路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环境啊，那边有一个小村子，然后公路呢是在这个山的半山腰，大概这个位置啊，我车子停在那里的。然后呢，绕到这边，从那边下来，顺着这个河道走过来，然后从我这儿呢攀爬上来，这边都是大崖壁啊，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是要从这个地方继续往这上走，翻到那个崖壁上去呢，就能到那一户人家的位置啊。我从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呢，已经走了40来分钟，接近50分钟了，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停啊，就是向老人家打听了一下，大概花了2-3分钟的时间。还好我今天穿的是长裤子啊，我以为攀爬崖壁不用走这种草丛啊、森林啥的，每走一步都得小心加万分小心。你们就说这个路，你在对面你怎么可能看得到路呢？对吧？它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之间一点点，你都感受不到它有路。哎呦，浑身是汗，汗流浃背，真的很累啊！还没有爬到一半，我的个天哪！这几乎就是垂直90度的攀爬，而且每一步啊都异常的艰险。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没有？这里面是一股浑浊的河水流到那儿，那边为什么是清澈的呢？实际上啊，这里是白鹤滩水电在那儿，电站筑起来，水位上升啊，金沙江的支流就知道这个地方来了，所以这里浑浊的河水到那个地方呢就汇合。你看，下边就是绿油油的，上边是黄色的，是吧？哎，你好，水。你背的啥东西哦？你从下边上来哟？啊，从下边上来，你走哪边来？我也是走下边上来呀。走哪边来的？啊，走那个吊桥那点。你是走哪点啊？我不是啥的，你的公路。就是只能走吊桥那点哈。啊。你几点钟背下来啊？好吧，都背了1个多小时了。背了好几个钟头。背了好几个钟头了。他2个小时。上面就是你们2个人住在上面是吧？啊。哎呦，我空手走都费力哟，你们这个还。你要走哪去？就上来耍一下呀，意思噻。上来逛耍。你背的有些啷个嘛？米。哎，米。还有呢？买的吃的东西，他们买的点。
我还不敢跟你弄这个，我还不敢跟你弄哦，因为这个太陡了。我没走惯噻。哎，往前头走啊。你走啊，你走前头啊，我走得慢，我慢慢走，慢点哦。我的个天呐！走在这个半路，正好遇到这个大叔。本来我也是想着帮背一下，但是我确实是不太敢，因为他这一背也有60、70斤，然后这个脚下也特别的滑，这样的陡的地方我也没有背过。这大叔还穿的是凉鞋，真的是厉害。娘娘背东西啊！我要来耍了，就走这上面来玩一下。贵州的，对呀、看你们这儿有房子，我也是走过来看哈，耍哈。这些全部是花椒哈。我看到像李子树那个，结果全部是花椒。今年看起来还可以嘞。那边的干了哈。先走在我都开始说你这个太累了，要说句话。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们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你先走，你走。我也累。太累了，真的是。马上到阿姨家的房屋了啊！是都快要到了。哦，等一下，你们已经搬迁了，房子挖掉了哈。然后等于回来自己搭个棚棚住哈。哦，对了，就是搭个棚啊，给这土地关键我说这花椒是我们发展起来的了。我说是可惜了，我们但是给打工的也不要嘛，我们转来嘛，给这个花椒完全取得卖。等于这些花椒是以前种好的哈。我们完全发展起来了，开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我家已经这些是发展起来了，我也不是懒人。我说要把它回来把它管起哈。我们老了嘛，人家打工人家也不要了，年纪大了，挣到钱他这个人家这个是不是脑筋有问题没？你整不到啥子不敢喊他整不啥子嘛，养的人不得嘛。只有说是带我在这给他管到，挨到管到煮点饭给他吃，脑筋不行的，你随时都要屁股后头围着他，放心啊。因为这个路太陡了。就是老两个在这才不放心。对。一天一个电话，年轻的还不是天天在打电话。不打不放心的嘛，老了还不是。对。他爸爸脑筋也不行。因为你这个地方走哪里都是悬崖峭壁的。不是啊。这个就是以前的房子哈。是了。管他那个咋样干来坐哈。不讲究了，就坐这干。我烧点掌水给你吃哈。我都带流水，不要紧。你吃掌水不嘛？吃我就烧。不吃，太热了，太热了。我也是要吃冷水。等于你们搬出去了，都又回来几年了哈？3年的，我们是搬上去了，我们老两个都又转了。就在上面有房子。对，年轻的儿子在楼盘说，这2天呢，他们都才转下来上学了。我家那些娃儿才带的。婶婶。婶媳妇些。放了假又上给这都上学了，又转乔家来上学来了。在乔家县哈。在乔家上学来了。有粑粑糖，我给粑粑拿出来给你吃。不拿，我不吃，我不。你这一吃的都是给背起来的哈。至少背起来的。你不用拿了，我不吃。我不。咋个不吃？不，不用拿出来，不。吃不得呀。不，我吃了的，要去放羊去了哈。不放，我要出去我们就转了。是马上就要把我勒出去吗？要上个插过来。你花椒都采得了，看你还是青色呢。吹得了，今年这是干了，去年我们卖的好多了。这里是2块太阳能板，就是拿来充电那些的哈。是了，有。充手机电。充手机电啊，充电灯呀。养的有好多个羊子嘛，娘。20-30个羊子。20-30个哈。你这些羊子一个个的看起好乖哦。
咦，好多！走哪里垒啊？走外面垒吗？哦。哇，这养了这么多的羊，好几十个。这羊子看起来都很漂亮。我跟你也轮，没事，我跟你也轮。哎。他吃饱了自己会回来吗？回来。哦。对，今天这风大了，忘记咱们早就要抓了。哦。咦，这羊子真的是光生完的，看起发亮毛色都。发亮。跟阿姨一起去赶羊去。啊，你坐到耍嘛。没事，我就是来耍的。哎，这些矮矮看起硬是陡得很了。是陡啊，很啊。真的很。两天还有草草，你这两来还有草啊，今天来还很的。没得草的时候看一点光的哈。哦，好吓人，真的。你家这个土里面还真的到处都种的有东西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啥子都种起了哇？你种的点都得吃嘛。拿得买嘛，又不该走不方便，又没得人家说没说没有钱，有了钱就懒得走。你妈爸也很难出去一次哈。你贵姓呢？我家姓沈呐。哎，我晓得你呀。我姓谢啊，单人旁我姓啊，我叫姓何芬。就是信封那个姓呐。对。这叔叔他是哪点儿？什么时候开始像现在这样了啊？几十年了，大的大。几十年了。 30年了，我家娃都几个水果。你还给你买了那么多苹果。我洗两个来，你吃。你这管吃，我不要，我不要。娘，我真的不要。你背起来背那么辛苦，我都不敢吃。咋个不敢吃？不吃。要多人。真的不吃，我有水。你弄个费你背起来，我不吃，我真的不吃。你们自己慢慢吃。你们背得太费力了。哎呀，咋个是？快点。不。快来了，你吃它不啥？管吃了耶。你背得太费力了，我。费力。我吃起都不要给。哎呀，滚是，你别说。我看到你们背起来太累了。我吃起都不好意思，真实话。真不好意思。这墙是哪个时候弄的哦？你们这个土墙噻？那会儿咱老辈人这做了好多年了。老辈子一代在整的。啊。你种的花椒一年可以卖好钱哦？去年卖得6、7千块钱。去年卖得6、7千块钱。啊。那还是可以嘛。杨子一年可以卖好钱哦？杨子卖不好多钱，杨子一年一好歹卖到1万多2万。一年卖1、2万。啊。在外头种点庄稼有点羊啊，一年也可以有几万块钱哈。老两个生活没问题。啊，可以了。你有花椒没得？有干的没得？没得，咋的？你想要啊？啊。你要拿这个走啊？啊。你跟娃都拿这个晒去吃了，晓得？香很啊，跟你说，你看这个卖家都说我要吃。你给我装点呗。好嘛，要得好。我拿个袋给你。我装起回去。闻起都香的这花椒。花椒香哎，真的香啊！你看，那个卖的都是我家的花椒弄的，那是好香。这点哈，就拿这点我就行了，就拿这点我就行。晓得。哟，你多拿几这个嘛？我拿给你拿，给你拿去看我就去啊。你这拿这点再拿我嘛，这点再拿我就行了。哎呀，只晓得我脚不好，我拿得好的。你再拿，另外再拿点我就行了。我啥子？你卖20多块钱斤，要好多斤的，你卖6、7千块钱哟。哦，天喽，几大口袋，我的妈哟，很多人。要几大口袋哈。再拿这个呢？够了。你家是没得。我肯定没得你这种辣椒的，你这种花椒的我们那边。够了，娘不拿了。哎呀，天呐，你拿的弄这些。不拿了，就要些够了，你别是真多记住了。出产之地的嘛。够了。再拿的呀。我拿100块钱够不够？哎呀，我不要你的钱呀，我的妈呀！你不要我的钱？不要。你不要我的钱，我也不要个。我不要你的钱嘛，要啥子钱？你看，你不要我的钱，你还准备拿给我？我还拿那个呢，我家出产之地的到处都是的。如果你要的，你等待我再钱的给你拿。我肯定拿钱。我再拿的给你。不要了。钱我不要你的，哎呀，天哪，饭点吃，你把是。我家是出产之地的嘛。你出产之地，我要拿钱呐。不要你的钱呀，只晓得花椒就吃100块钱嘛，得下拿。不，我要拿钱。拿的还有，拿的都有。
你看我家又不是小的，说是没得呀，说啥个？天哪，你是拿去做吃的嘛？我晓得花椒交100块钱嘛，黑到人喽。我要拿钱，我要拿钱。如果你等安心要，我送你了这个。我喊你给我弄点花椒，我是要给钱的意思。哎、我又不是说我来你又送给我，好不好嘞？哎，啥个不好？那咋个我说是就要钱嘛？我2天我们走了，你家去咋的？那你还留个电话，姓娘娘。那我走了，娘，谢谢了，谢谢你的花椒了。太感谢了。来，人生。不要了，人生地不熟的，你还送东西给我。不能让我走了，娘，我怕下雨，看到天上有点黑。要是下雨了，我把下开有点麻烦。就是怕下雨。那走了，娘。谢谢。好，要得。好。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杏阿姨家哈，今天到这个悬崖上来探访，真的是收获满满，感动满满。我上来的时候就碰着叔叔阿姨他们2个人从山下背物资上来，这些物资呢也是他们的儿媳妇和女儿给他买的。他们大概是每1个月下去背1次物资，因为在这上面要生活嘛，要吃饭。正好我跟他们一起上来呀，他们背的物资有各种吃的，他还叫我吃，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吃啊。然后阿姨又洗了苹果给我吃，从这么陡峭的崖壁上背上来的物资啊，我吃了感觉有点心里过意不去。说实话，我就看着他们种有一点花椒嘛，我就想着向阿姨买一点花椒吧。结果呢，装了一袋花椒之后，这阿姨又不收钱，又要送给我。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遇到这么一位特别友善的阿姨。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杏阿姨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是在养羊，还有就是种有一些花椒。它这个花椒具体是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但是非常的香啊，这个香味非常的香。这里的地址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要买那种原生态的花椒，要买羊的都可以到阿姨这儿来买。阿姨这儿喂有羊，它的羊呢也才20多块钱1斤，要我们贵州的话都是卖30多块嘛。然后它的花椒的话，它批发才20多块。不过呀，大家要到杏阿姨这儿来买花椒呢，大家可以给它贵一点哈，给个30多块钱1斤吧。来到杏阿姨家的详细地址，我跟大家说一下。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双河镇的梨树村，那么来梨树村呢是来不到他这里的，所以要来到阿姨这里呢是要到双河镇的新农村，也就是对面。走到新农村之后呢，就能看到对面崖壁上这户人家呢就是杏阿姨家了。不过呀，从对面走到河沟，然后再走到杏阿姨家呢，最少要走1个半到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个路途也比较艰险，大家要小心一点。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哈，阿姨请我吃了苹果，又送了我花椒，我得跟她推销啊。她这里的花椒真的非常的香，她养的羊也非常的帅，非常的漂亮。你们要买羊的可以到这儿来，给阿姨贵一点的价格啊。买花椒的大家也可以到阿姨这儿来，但是呢，大家给她稍微价格贵一点，因为20多块人家是批发价。好了，朋友们，现在我要下崖壁了哈。本期的探访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从卫星地图上发现那个山顶的下方那儿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无人村啊，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过去的直线距离大概是4公里左右。哇，这个无人村真的是太漂亮了，全部的房子都已经没人住了。我们看到中间这个位置好像还是以前的那种学校的感觉啊，它是一间一间的，然后这些房屋上都已经长出了藤蔓哦。整个无人村的下方是300-4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方呢也是高山阻隔啊，所以说它这里呢简直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可能实在在这个地方生活条件太艰巨啊，没有办法，不得已呢才全部搬离的。但是这个位置如果说留一家人在这里隐居生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可以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啊，居住在这里连土匪他都懒得上来，因为真的太难上了。这个地方是非常隐蔽的，在山脚下你无法发现山上有人居住，就连在对面的山上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看到这里的。我也只能是通过卫星地图才能查看到这里哈。哎，妹妹，你在背包谷啊？哇哇，背那么多，你是自家背吗？是？包谷嘛，包谷给我们家妹妹背了。哦，你家妹妹住这边？我妹妹家在这里。还要背好远吗？哟，这里过去还有15分钟家的。还有15分钟家的。你从我们这边的湖边来说嘛？对，我路过这边来这边耍呀。我们这边没啥子好耍的，全是山，除了干活了就是干活。咦，山啊，水好看啊。妹妹贵姓啊？哦，我姓周。你是哪的嘛哥？我是遵义的。哦。我也姓周哎，你是哪个周啊？周恩来的周。咦，那是一家人嘛？家人呀。对，我也姓周。弄错了。那是正儿八经的妹妹了。这个我们这边姓周的不算多哎，能够在这里头遇到姓周的还是幸运。是吧？你这重不重哦？有30-40斤了。30斤，我帮你背好不？你4米的嘛，没事嘛，可以从我们这头火点车的嘛。可以啊，反正我都是出来玩呢。要不你多久我帮你背好嘛？我看着也好远了，还有。那你不嫌弃到我们家火点车嘛了吗？可以，去玩哈。这不好意思的，你背得动不？你干过农村活了没有？有，我就是农村的。主要是我们这边干农村活都干习惯了的。你在哪点上班嘛？我现在就是差不多是在老家带小孩子。哦。在家里面带娃儿哈。对，带娃儿就是。这个是哪家的嘛？这我妹妹家的。哦，你妹妹家的。这我妹妹家的。我妹妹家的地住的餐嘛，然后姐妹4个嘛，就来帮我们干一下就是。哦。姐妹之间嘛，有时候多走动一下嘛，感情好一点。对，你都是在你妹妹家养，我去会不会冒昧哦？没事，他们家弄个家人在屋头的，没关系的。你再除了你姓周是不是嘛？你走到我们这块来嘛，当然就是客人嘛。对，真是一家人啊。嫌弃的情况下是不是嘛？大家明天喝车。没有，我出门都怕人家嫌弃我。没事。我要社会大大咧咧的。倒是。你是今天刚到这里来吗？我今天早上来的。咦，还真是巧哈！我也是今天到这里遇到你了。今天早上找包谷嘛，然后好几个人从他们家里出来了。哦。我们这里的路就是不好多重看的。哎，都是我们云贵川都差不多，都是有山有水，是吧？慢一点。没事。呀，这还有一堆猪儿。那我们这小猪儿安逸的很。这小猪儿长得好乖哦。哎，这个做好。好嘞。呀，今天给你们带了一个朋友回来了。好热闹。水云洞天空，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山高水远情不移。雨绵绵情意，多少故事在心里。五月烟雨蒙上眼中，百年桥和花定情。
两餐饭。云南人吃起是不是下饭点？就是那我吃起的话就没得那个不追嘛。它又有那个包子的香味，又有那个米的香味。人桩桩似线牵，万事悠悠当自理。玉绵绵情意，多少故事在心里。雨蒙蒙上扬州，百年小荷花听起。雨绵绵情意，多少故事在心里。五月烟雨蒙蒙上扬州，早餐这个海椒去做哪个？小荷花听起。吃豆花哈。水豆花。哦。你们妈妈看你好年轻哦。好年轻啊，咋了？啊，不是年轻的看见。我妈你今年好多岁？47嘛，48了。哎呦，干工地。是不是年轻得很？干工地啊，干工地就嫌到我。在哪儿干工地啊？我们就在贵州。在贵州干工地哈。建房子。这个葱你们这叫啷个名字嘛？叫分葱。我们那叫禾葱。禾葱是禾葱，分葱是分葱。这个葱还香的。分葱的话，你就是分了它以后，它又会长多大一窝。好，走了。今天等于是你们一家人到你妹妹家来吃饭。啊，对，俺们家今天不是捡到那个，他煮起猪就干的，煮起猪就干了。所以猪就干的还捡到了300股。今天还遇到你们一家人聚餐，我这个运气。你运气还好。不过我也不是外人噻，是吧？哦，一家人是吧？都是一家人呀。炒鸡总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这边我们自己种的豆豆儿，然后水豆花、豆花，这是鸡中午炒的，这个是鱼肉，然后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腊肉哈，这是我们买的猪蹄炖的粉条，这个是蒸的鸡枞，自己家里面种的南瓜，最主要的是这个是我们这边也是都是自己地里面种的，吃豆花的。蘸料哈，今天太丰盛了。好了，开动的饭。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面饭、包子饭、玉米饭。对。三，这个要演有人吃饭了。百年小荷花听起，雨绵情是在心里。雨蒙蒙上扬州。哎，到不了，给到了。我们来的，你看你都喊我们来的，我们来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云南延津县的豆沙关，那儿就是豆沙关古镇，下方呢就是关隘。豆沙关呢也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以来就是有蜀入滇的重要关隘啊。下方河水波涛汹涌啊，两岸崖壁高万丈，壁立千仞，非常的震撼啊。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下。现在呢，我是走在了这个半山腰，下方就是关河，那么这两边呢就是非常高的崖壁。那个地方呢，还有古代博人的那个悬棺，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一条关河将这个地方一劈为二，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石门，也锁住了古代滇川要道，故又称为石门关。
石门关的关隘始建于隋朝，门一关，门杠一顶呢，中原和边疆啊就是两面格局。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天宝年间战争暴乱，南诏叛唐以后啊，石门关就关闭了，一关呢就是40多年，相当于这40多年呀，边疆都没有跟中原取得过联系。豆沙关呢是处在武池道的咽喉位置啊，城门上呢刻有石门关的字样，这是通往古南滇的第一关，关内为中原地界。古代的时候呢，关门为1尺2厚的木门，除了有人值守关门外啊，楼上也驻有重兵，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古代的时候，每逢有将士出征啊，家人们便会守候在石门关，眺望着亲人的归来，所以石门关呢又被人们称为情关。相传呀，延津普洱一带出美女，清代啊曾先后7次有美女被选入宫，故而石门关又有美人关之称。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啊，不到石门非好汉，英雄要过豆沙关。哎，大家如果想寻找美女啊，除了去苏杭2州，其实也可以来延津县了。现在咱们顺着这个陡峭的石梯往上爬，去上边走一走，当地村民开凿的一条崖壁栈道啊。咱们已经到这个崖壁栈道上来了，过去感受一下，这地方都要扛着才过得去。我天，他们前面有几个人？哈哈哈哈！走下面噻。屋里面走下面。那你空高就算了，空高就算了，不要乱走。啊，他们当地人都要走啊，啷个办呢？还不是要走？背起东西还是？他妈要背起东西走的。是啊，我二货这真的脚杆闪了，不开玩笑哦。真的脚杆闪，真的。走了。走，等他慢慢的说起来。我走前头。好。这里过来，这边还有更险的，我去，这从这里穿一个洞过来。你说人家当地的村民啊，还要背着东西从这过，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哇，这个地方更险。这个下方就是高速路，从这个崖壁下面穿过。这一条呢，就是崖壁上的栈道啊，非常的险峻啊。这个栈道离下边的路面，它的垂直落差超过300米啊，太震撼了。而且这一条栈道呢，也是以前这边这个村庄跟那边那个村庄的一个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光是栈道啊，而且还是这个通水的一个渠道。可能当初修这个栈道的时候，它也是步行和这个通水两用的。这儿过去还很远。那这个水源的话，是从那边过来，然后这边的这个豆沙关的古镇这边用的水啊，因为这里是上游嘛，这边过去就是下游。那么这里呢，就是豆沙关的一个关隘。这个两边的这个岩壁呢，是向两边延伸的。你们看，这边的话向这边延伸，那边的话向那边延伸。这个形状的话，有点像四川的剑门关，有点像那个形状。但是这里呢要稍微小一点。剑门关呢确实非常的宏大啊。刚刚在那个地方感受了一下，拍了一些视频，我的个天哪，真的是让人心惊肉跳啊！下方就是几百米高的这个崖壁。说起豆沙关呀，不知底细的人可能以为这里盛产豆沙，其实不是这样的。豆沙关的名字呢大有来头，它是诸葛亮率军南征通过这儿的往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啊，下令修筑武池道，以便于作为粮道和兵道。在这里呢筑了一道关，就叫做石门关。在冷兵器时代啊，石门关这里是易守难攻，说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话，一点也不夸张。诸葛亮领兵来到关下扎营，守军将领就说啊，丞相南征，一路所向披靡，我等也不敢让丞相不通过。久闻丞相大智大慧啊，现在呢略备问题，请丞相帮助解决。
丞相若能在3天之内将关河边上堆积的河沙中的豌豆捡出来，小将呢就让大军通行。所以诸葛亮呢领人到河边一看，原来河滩上有成堆成堆的河沙，每堆河沙里呢都掺杂着不少的豌豆，这可麻烦了。如果用手一颗一颗的捡的话，别说3天，就是7天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事呢也难倒了诸葛亮急得是吧，在帐中走来走去，始终没有想出办法。天快黑的时候诸葛亮出营，看到山上漫山遍野的翠竹，不仅眼睛一亮，赶快呢传令三军打着火把砍竹子，划密条，编织成网状，用来分离河沙和豌豆。天亮之后守军爬上城墙，望到河边的景象都惊呆了，沙子和豌豆全部被分离出来了，仅仅用了1个晚上。自然蜀军也顺利通过了石门关。后来表示对诸葛亮大智大慧的崇敬所以呢石门关就改成了豆沙关。那个能够把豌豆与河沙分开的网状物呢，后来就演变成了竹筛。在2006年的7月呢，豆沙镇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地震地震导致当时的古老街80%的房屋全部倒塌。后来老街呢被重新翻修，并盖成了现在的古镇一条街。包括这个豆沙关的关口呢，也是后来重新修建的。豆沙镇呢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呢非常深厚。这个下方呢是观音阁，特别是左边的这个悬崖峭壁上葬有古博人的悬棺，很多的棺材放在了悬崖峭壁的一条石缝之间。据说这是汉代的博人悬棺，博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夏朝和商朝。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并没有人烟，中原呢老是有战火胜者呢就建立政权，扩展疆域，慢慢的呢就往这些地方移民。到了周朝的时候博人已发展为一个民族，他们参加了武王伐纣有功首领呢就被封为了伯侯，并于四川宜宾建立了伯侯国。而到了明朝呢，这个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明王朝呢发生了10余场的战争，致使呢元气大伤，难以为继最后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以说这些悬棺是古人留下的千古之谜。现在已经在下雨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说到这里。不过这里呢大家确实是值得一来看的，可以来看看豆沙关新建的古镇，很漂亮。那么到这里来感受悬崖峭壁、壁立千人的这种雄关气势非常的宏伟。可以到观音阁去看一看，也可以在这里隔崖相望古人的悬棺感受千年之谜。也可以到上面去行走悬崖栈道，感受惊心动魄。好吧，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云南金沙江的百鹤滩电站身后就是我现在是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这个地方异常的险峻是一条挂壁小道，但是这一条挂壁小道呢也是这边过去一个小村子的通向外界的一个路现在像咱们这个大型的这些水电站什么的都不能去抵近拍摄了大家就这么远远的看一下就行。哇，这个下方是真的高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瀑布从这流下去。百鹤滩电站呢是建在2山之间这里的地形非常复杂。百鹤滩电站的建成也让上游的巧家县呢从一个山腰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滨城市非常的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云南昭通的巧家县自驾游经过这个路边，发现对面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竟然还居住着一户人家。下雨过后的云雾缭绕那个地方就像人间仙境一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下边就是一条河流，河流的上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然后我要跟你们说的那户人家居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想都想不到。这一朵小白云的那个位置，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而且它的后山呢也都是悬崖峭壁现在是被这个白云给罩住的。那么等一会儿那朵小白云走了之后他们家就会显现出来。带着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私奔，隐居深山50年，为了方便妻子下山，徒手凿出6000多级的爱情天梯，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爱情。这是发生在重庆江津大山里的真人真事儿。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国江，他与妻子的故事还得从刘国江6岁的时候开始说起。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爱情天梯的山脚下。穿过这个吊桥，然后从这边山上上去呢，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这里呢，就是2位老人的一个塑像大家看一下，特别慈祥的笑容。这里呢，就是爱情天梯的第一步。从刚刚我们来的吊桥那儿走这个峡谷进来呢，大概是800多米的一个路程。走吧，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走一走这6000多阶的爱情天梯。上个世纪40年代，当时只有6岁的刘国江不小心磕断了大牙。在农村呢，有这么一个习俗，小孩子磕掉的大牙，如果被新娘子摸一摸呢，就能再长出来。当时大刘国江10岁的徐朝清呢，正好要出嫁，也就是后来刘国江的妻子。于是呢，刘国江的伯娘就抱着他去给新娘子徐朝清摸了一摸他的嘴巴。那一年，刘国江6岁，徐朝清16岁。这一摸呢，给刘国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徐朝清16岁结婚，26岁时却因丈夫意外离世而成为寡妇，婆家呢就说她克夫，于是她带着4个孩子独自生活，没有吃的就背着孩子到山上捡野生菌，连3分钱1斤的盐都买不起，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有一次，徐朝清和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而16岁的刘国江刚好路过，把他们救了起来。
这也是刘国江第一次看清楚徐朝清的模样。之后呢，刘国江经常主动去帮着徐朝清料理家务、上山砍柴、做农活等等，如此帮助了徐朝清3、4年的时间，两个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相爱了。但是他不但比他大10岁，还是个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自己的父母不同意不说，村民的闲言细语更是能把他们淹死。为了不给父母太大的压力，避开村民的闲言碎语，1956年的某一天，他们相约带着4个孩子一起私奔了，跑到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过上了与世隔绝般的隐居生活。丈夫打猎养蜂，妻子种菜织布，共同抚养着4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次，妻子徐朝清下山不慎摔倒，浑身是伤，刘国江心疼不已。为了方便妻子出行，刘国江决心亲手开辟一条道路，方便妻子上下山。每天他忙完农活，就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这悬崖绝壁间，用铁锤、钢钎一点点地开路，凿石梯。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随便吃2口，争分抢秒为妻子打造安全下山路。要知道，机械化的今天，想要在悬崖间修路都非常难，而刘国江只凭一双手就做到了。从朝气蓬勃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末年，不知不觉半个世纪就像弹指一挥间。他用碎了20多把钢钎，40多把铁锤，硬是凿出了6208节天梯。天梯凿成后啊，每一次下雨，他都要亲自来擦拭这每一节天梯，为的是防止天梯上长出青苔，导致妻子滑倒，保障妻子的安全。你们看，多么的细心啊！每次修完石梯回家，徐朝清都会摸着刘国江的手，看着大大小小的伤疤和老茧，心疼不已。刘国江都是一笑而过。徐朝清说：“我心疼他，可他总是说等路修好了，我出山就方便了。其实呀，一辈子我也没出过几次山。”为了安全的让妻子上下山，刘国江花了整整半个世纪，6000多级的台阶，每一阶都是对妻子最浓厚的爱意。这个呢，就是当年2位老人住的故居啊。但是9年以前呢，其实是一个荒废的状态。后来这个不断的有人在网络上反映呢，所以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呢就回来把这个房屋打理起来。所以现在呢是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小儿子他们住在这里。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上来的时候是住在上面那个一个岩洞的下方。我们走这里走上去看一看。哇，他们曾经居住的这个洞穴就是一个水帘洞啊，非常的漂亮。看，这里是以前打造的这个石桌子，是吧？当年2位老人上来之后啊，就是居住在这里。那么这里有一些小木料呢，我们也看得到，那边还有一个吃饭的一个石桌子。这里呢写有几个字啊，七生崖。正好这里呢上面有一个盖着的大石板，那么在这个下边呢就不会被雨淋到，而且门前呢还有一个瀑布啊，这地方真的是美若世外桃源一般。那么他们2位老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年之后，才到这个下方去住的那个土墙房。2001年，一队户外考察队进入森林探险，看到有条石梯通向人迹罕见的高山，于是一路进山，才发现刘国江和徐朝清2位老人。他们仿佛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点着煤油灯，住着简陋的土墙房。而以前没有土墙的时候，是住在山洞，在山上开垦土地，耕种粮食，自给自足。后来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传开，人们便把这6000多级的台阶命名为爱情天梯。2007年，刘国江老人离世，5年之后，徐朝清老人呢也离世，2人合葬在爱情天梯旁。他们牵手一生，相守半个多世纪，终成传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随。在贵州道真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特别奇特的山顶天坑内。这个地方山川秀丽，环境优美啊，仿佛那种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来到这样的地方居住呢？今天咱们就进去一探究竟。
这个天坑只有这一条小道下来，而这个小道呢又非常的陡啊，你不注意的话都容易摔跤。他们另外一边的一个村庄的人可能是把这个牛羊赶到这里面来放养。大家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哈，这个地方真的是绝美。电线杆呢就从这儿拉过去，从那个洞里面穿过去，到另外一个天坑供那户人家照明用电。哇，走到这个下方来，才发现那地方就像一道石门一样。这个感觉真的是太爽了！走在这个天坑底部，整个这一片全部是绿油油的。这个水是很好玩的，从那边流过来之后，又从这个洞穴入洞了。这地方是2个洞穴，我走到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杂草这么深，说实话我都怕老蛇。其实那个地方呢是有水的，但是这里呢没有，它可能从下边沁过去了，然后呢又从这个洞穴进去。我呢是从上边下来的，大家可以看这里，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大天坑啊。走吧，我们的目的是进去探访那户世外桃源般的人家。你们看哦，这个地方呢就有水流了，看到吧？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呢不是很正确啊，果然这种场景的话需要身临其境进来之后才能看到细节。从这里穿过去穿洞呢，就是那一户人家了，没有错。但是这个水呢是从这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流出来的，然后这个水流过来，在这个地方天坑中露出来一截，然后呢又从那个洞穴流向深渊，不知道流向何方啊！哇，这儿太爽了！走，咱们继续前行。这里面呢，这么多的碎石，哇！这个地方竟然还开有一个天窗，哇！这里真的是太神奇了哈！竟然开着一个条形的天窗，这也太漂亮了！这也，我感觉这些石头啊，这个下方这些石头啊，可能是若干年来整个这个崖壁啊，不断的在风化，然后呢就不断的有一些石头掉下来，可能是这样形成的。下面那么多的石头，因为它这里通风的嘛，成千上亿年的这个不断的风吹雨打风化，对吧？你看这个地方就风化来像一个人为的拱门一样，这边还有一个哨孔，对吧？这个景儿真的是太漂亮了。那么这里呢，确实是以前他们这里面居住的这户人家的出去的路。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道门，是吧？这里还有一道门，而且是两边正好运用了这个天然的石头优势，然后在这个地方设了一道门。那住在里面的话就非常安全哈。你把这个门一旦堵住的话，那这里就非常的隐蔽，非常的安全。果然，通过这个穿洞是可以直接来到这边这户人家的。你看这边呢，也是有一股水源的。哇，走到这儿就是豁然开朗。这地方你们就说爽不爽？但是这个路确实是没什么人走，走着走着，千万不要从里面爬出来一条老蛇。那我真的有点招架不住，这些土地也都没有种了，好可惜啊！这里大面积的土地都没有种了。我们寻找一下那一家人住在哪里的。这里面积也挺大的，我刚才在外面呢，我还把这个里面称小天坑，外面称大天坑。我感觉这个两边的面积可能差不多，这里的面积也不小。哎，朋友们，我就问你们，看着这么深的这个草，你们敢在这里面走吗？这真的看着像一片沼泽地一样，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过去。那儿过去吧，看到吗？房子就在那里，你们就说这里美不美？你们看，这个水沟就隐藏在这个草丛之中，我要一不小心一脚就插下去了。这真的是，哎呦！门前一棵大白树，然后就是这个居住的这个周围啊，总有一片地，
这下边你们认识吗？这玩意儿是啥？这个好像是种的那个地瓜呀。然后这边种有一些豆儿，那么那儿种有一些玉米。房子呢就在这个崖壁的脚下边。你们看看这儿环境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山后那儿好像还有一个洞穴，看到没有？特别幽静的一个小天坑啊，非常的舒服，环境特别的隐蔽。果然是我说的没错吧？那个电线就是从那儿拉进来，专供他们一户人家照明的，看到没有？电拉到这儿就结束了，就是给他们照明。然后我在这里巴拉巴拉半天了，但是没有听到有主人家出来说个话，我估计是不是走了？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他们一户人家了，对吧？我猜测呢，这个天坑里面这些所有的土地呢，也是他们的。这算起来呢，怎么说也是30-40亩吧，压在这里足够了哈。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房屋特别的大哟，感觉以前居住在这里都是有钱人家呀，是不是？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喂猪喂牛的地方，好像现在也没喂。那么这边呢，就是人住的一个正房子。这个房子呢，我们一看就可能是最少超过100-200年了。你看这个木料，对吧？这边起了一个2间的，但是这儿没有装。它这个房子建的还比较长啊。门前晒了一些这个豆儿，门是上锁的，我估计出门去了哈。这个房屋呢建得非常的长，你看1间、2间、3间、4间、5间、6间、7间、8间，整个排开是8间哦。这房屋建得非常大，这里才是中堂，大家看到吗？这边呢也是刘兰猪圈，只不过呢都已经毁坏了。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个长的这个房子呢，应该就是几兄弟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哈。然后把这个房屋呢连成一片儿，所以这个房子老长了哈，你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有这么长的这个木房了。这边我们看到有2个打农药的药箱，这里呢是烧火的一些柴火，然后这边呢都是烂房子，这个中堂呢也是烂掉了，那么也没有培修啊。这个房屋的房顶呢也没有怎么培修，我估计呢这些人呢他们在外面都是买房子了，对吧？否则家里面的房子不可能这么破烂，是不是？也没有管它。你们看这个衣服感觉不太像老年人穿的，好像这里居住有年轻人，对吧？但是今天真的是不凑巧，竟然进来没有见到有人，太遗憾了。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这个是洋鹤姜，这2堆洋鹤姜都不知道要挖多少，非常的好吃啊，用那个胡辣椒来拌着。居住在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又隐蔽，土地又肥沃，水源也不缺，而且还有专门乘凉的川洞。就问你们这个地方美不美？真的是太漂亮了。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山顶天坑内，而且呢，这个天坑的中间啊是有一条小溪流横穿而过的。这个天坑呢，其实是一个山顶天坑啊，在广西呢，他们叫做弄，其实就是一个弄了。但是这个弄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前方有一个穿洞，所以我们这个风从这边吹过来呢，它正好从那个穿洞呢能够流通过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多人想要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地方，有山有水。有穿洞，还有这么肥沃的土地，然后还有一个房子在这里，是不是？很佩服他们这户人家的祖先，找到这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安家乐业。这里呢有好多个洞穴，这个房屋的后山这儿呢有一个洞穴，前方有一个穿洞，穿洞那儿呢有一个洞出来，然后再有一个洞出去。整个这个地方真的是结合了各种各样的喀斯特地貌地形，又是那种完美的居住场所，简直是太漂亮了啊！我走到这里，我都有点那种不想离开的感觉。我个人的话，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场景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南川区啊，到这个山上来看一个特别的瀑布。
我们平常看的瀑布呢，都在山下面，但是这个瀑布呢，它在山上啊。从那个下面的大公路上，本来呢以前是可以开车上来的，好像因为是上来的车太多了，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呢，在那个路口就有石头给堵住了。我们今天要去看的呢，就是南川区的马料水瀑布啊。现在呢，已经下午5点钟了。所以我们走在这个森林之中呢，你看，听着这么多的这个懒虫在这儿叫。我还是小看了这一段路啊，原以为可能以我的速度10来分钟就能走到，但实际上真的要走半小时。哇，凉快，包裹在一片竹林之中。这个路边有一股水，有人接了根管子，这水应该是可以喝的，喝一点。哇，超级凉快！我跟大家说，这个瀑布在山上，可能很多人不相信。看一下这个下边，是不是很深的峡谷？然后那边那儿还有一个石头人，是吧？几个石头放在那个位置，看着很神奇。然后那个山看到吗？也是非常的神秘的，像一个银子一样的造型。可不可以把它称呼为银子山？然后这个山下，哇，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瀑布呢，就相当于是我这条路走过去，那个瀑布是跟我们走的这个路是平齐的。所以说你看，你们见过这么高的瀑布吗？很少见吧？通常很多的瀑布呢，它都是在这个山下的位置哈。走在山里啊，你们就要注意观察这个云。上方这一朵乌云呢，就是带着雨的，而且可能是那种中小雨啊。太阳被它挡住了，然后这朵乌云经过的地方呢，肯定是要飘一点雨的。即将到这个瀑布的地方了，怎么没有听到瀑布的声音啊？这地方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大家看一下，很漂亮。但是这个瀑布在哪里呢？我走到这个位置了，都还没有听到瀑布的声音。我看平时他们就很多人站在这些特别悬的这个石头上去拍照，你看这个石头也非常悬。然后那边那儿站有几个人，哦，确实是有瀑布，看一下，就那么一点点，看一下就那么一点点。现在根本就是不是瀑布啊，就是一股水。他们起的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啊，叫马料水瀑布，还真的就那么回事啊，一点点，看到吗？还好能看到一点点啊。它这个瀑布都落不下底啊，在空中呢就全部飘成那种雨雾呢，洒落在下面的这些植物上啊。你看瀑布落不了底的，真的非常的高。我用无人机沉下去，还没有沉到那个马路，你那个马路应该还有50米。然后我已经沉了230米，所以说这个顶端啊和这个下边那个公路的垂直落差应该是270、80米左右，我估计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水沟的一路呢都有人，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看到还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阿姨在那儿拍照，在那个水沟正中间拍照，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上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其实是正在下雨的，所以他们在山下面根本看不到情况，说不清楚什么时候雨水就变大了，这个很难讲的。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千万在水沟边要特别小心。前一段时间才发生了10几个阿姨是吧，在这个河道中间拍照的这种事故，所以说大家来这种地方呢，首先自己要评估一下这个安全系数，不要把这个生命当儿戏，对吧？这儿的瀑布呢，应该是要在那种涨大洪水的时候才非常好看。当然今天来呢也还不错，最起码有一点哈。如果说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就真的挺坑的了，就看一个干崖壁，对吧？站在这里呢，不只是看到这个瀑布啊，还能一览众山小，看到这个美轮美奂的这种风景，非常的漂亮。感觉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呢，有没有感觉像一个
点将台一般哈，所以站在这儿呢，就是有一种唯我独尊的这种气势哈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人家冤枉你，说你打架抽烟，然后你就生气，真把人打来。打的。大家好，现在我在正安县的大山里啊，这里有一条小道通向山那边，看模样呢，经常有人走啊，估计那边呢还有人居住。今天咱们就过去探访一下啊。我的这个车子是停在山那边的。我已经走了一会儿了。这2天呀，在这个大山里面穿梭也有点热的，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哈。这个下边的路啊，看起来走的人比较多，但走到这个山上来就没这个感觉了。就没什么人走了这个路，这怎么走到这里越走越没路了呢？我这还要不要继续走啊？这个可以吃啊，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可以吃的，真可以吃，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彻底没路了？然后这个山梁上这些马耳草、这些嫩草特别的多，是吧？嫩草非常的多。哎，怎么这里又有路了？神奇！这里又有一条小路，那继续走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地方啊。整个就是荒无人烟的一种感觉。哎，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一栋房屋了，这里这一块空地就是以前的载基地，对吧？然后这一户人家呢，可以肯定已经搬迁出去了，然后呢，可能是老人家要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搭了一个那个棚，在这个地方临时居住。最主要的可能是在这里养蜂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喂养了好几桶的这个蜜蜂。这个门前呢，这里有放了一些木材，包括那儿还晒有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看到门前这块土地这里呢，它种有一些土烟，还有一些玉米啊。但是我在这里说了半天话呢，这个棚子里好像也没有人出来。我估计呢是上山上去了哈。咱们继续往这边向前走看一看，这个电线是继续往这个山那边拉的，所以那边一定还有人居住啊。今天这个太阳挺大的，我在这个山里面上上下下的，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走了1个半小时了。我现在呢，大概已经翻过了2个山梁，一开始是爬山。现在你们看到我是下山，对吧？就是一上一下，经过了2、3个地方了。这地方怎么这么陡啊？哦，这下边有一个平的地方，我估计呢，有人就是住在这个下边了。因为我们从这个卫星地图来看的话，一直往前延伸出去3、4公里呢，还有人，但是我不可能走那么多路啊。下到这个山腰好凉快啊，又让人感觉豁然开朗。看到没有？看到房子了，这里也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的。我们看看
有种了好多的这个玉米，然后这边种有一些菜。这个地方就比较平坦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地处一个山腰，但是它是山腰的一个山坳处。然后呢，在这里有一大片的良田，对吧？这土地非常的多。诶，咦，还养了个狗。你们住在这里吗？这里是你们宫。你们住哪儿了？在下面。还要往那边走啊？就是跟着路下去。跟着路下去有好远吗？没好远，75分就到了，14分钟。早晨到。在这儿还有几家啊？在这儿。还有那边我舅舅屋。还有你舅舅屋，还有你屋，还有这里，等于这里有三家哈，这一片。等于你们要走的话，也是从我走的这条路过来出去。那你们出去不是要走1个多小时啊？你好大了？我啊，你15岁？没读书啊？没有啊。读到初二？读到初二就回来了？那你不是刚回来2年？为哪个不读啊？哎呀，我跟你讲嘛，我都不好意思讲。有哪个不好意思啊？因为在学校我都不晓得我做啥子错的，因为我没有打架，没有抽烟，他们都怪我。没有哪个？没有打架。没有抽烟，然后他们就说我打架，我抽烟，然后我生气，我就把某个人打的，然后我就抽了一根烟，就把老师抓到了。人家冤枉你，说你打架抽烟，然后你就生气，真把人打嘞？你何必呢？本来没有的事儿。污蔑我心情不好啊。那心情不好你也不能去打人家噻。我本来就是下课就在桌子上面睡觉写作业，然后他就说我打架，气不过。你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吗？还有我爸爸妈妈。你爸妈也在家？啊，你是在这儿来耍？然后望牛。望牛？人家有好多牛啊？7、8头。专门在山里面养牛了。哎，对。你们家种地没得？种的，这都是我们的。这是你们种的啊？我下面还有。哦，你就是那个就回来就没读书？没有啊。2年了嘛？是哪个不让你读吗？是你自己不读？读不下去啊！真的遭冤枉太惨了。每个星期都要遭冤枉2次。人家何去何整你？对头。你跟老师说噻。老师就是因为我数学不得行，他不相信我啊。可以到别的学校去读噻。不想读的嘛，那么也可以出去，也年龄也不到哈。你几姊妹啊？8姊妹。天。真的。你占老几啊？老5。女生占老5。现在还有1个弟弟是吧？等于你是总的占老7了嘛？我发的这张就是说做会社会猎人。你说你才15岁，你去发这种成年人的照片，还说做回社会女人，这不对的噻。还有没有视频？视频啊？害怕看到你要吼人呀？不吼啊！我好好的跟你说啊，我吼你装嘛？我跟你讲，你要发哪个视频？你想听吧？你比如说我在这追牛的时候，我把摄像机放那儿，你就把它拍出来，然后你又自己拿起镜头对到牛往前头走啊、吃草的这些镜头也可以拍。父母喊你的镜头你也可以拍，喊你吃饭你也可以拍。那么你就把这些拼起来，比如看到山上哪里有个啷个好玩的东西啊，你也可以拍。你自家的房子你也可以拍。那么你就把这些东西拍了无数的镜头啊，把它拼起来之后啊，你就说我在大山里面养牛啊。或者你说你没有读书了，我回来帮到父母干家务啊，干农活啊都行，但你不要去说不好的。我打游戏带他们上排位，没说噻。打游戏也大得很吗？不是，我是偶尔打。然后有时候他们喊我带他们上分，我没有看到，然后就遭他们骂一顿。那你现在的想法是啷个哟？不打了噻，游戏卸载了噻。
有些现在的不打了。那么未来有没有想法没得啊？15岁啊？打算是今年子去办个户口本，身份证。今年子就办个身份证。然后呢？然后出去广东那些经商噻。你姓哪个？我还没有问你。我姓李。等于你今年应把身份证办了，明年就可以出去了。你听我的嘛，你这办的好好的拍嘛，就像我跟你讲啷个拍嘛。虽然说你是读书遭人家也冤枉的哈，但是不要去把这些当成啷个记仇啊。我没有记仇。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对，就是要学会不放在心上。明年子他出去在外面去上班，找个好点的班上，一个月有几千块钱噻，买我需要学习的东西，然后来好好的学。如果自暴自弃了，就怪到哪个都帮不了你。上次我跟我爸爸商量事儿，我爸爸不干。哪个事儿？你跟他商量？就是我们就是图评嘛，然后他们说需要当那个，就是做暑假工嘛，然后我爸爸叫我爸爸不干。不干嘛就听他的嘛，反正做暑假工也做不到几天，是不是嘛？你要听父母的，有些事情你不要跟父母吵。首先你要晓得呢，你现在的认知世界跟他们也不一样，他们天天住在山里面，他们好多东西都不晓得。你晓得的互联网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他们都不一定清楚，所以你不要跟他们吵，因为你理解的东西他们理解不了，懂这个意思吗？你只要年龄到了出去打工的，好，你就会认知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想做啷个，你就会做啷个了，他们也不管你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在屋外头呢，就好好的帮他们干活儿就行了，不要跟他们争吵，没必要的。你内心也比较强大，那么我觉得你未来哈。很有可能会成事儿，出去上班了，然后一边上班赚钱，一边学习，花个5年的时间学习，然后才20岁，那个时候再想我想干啷个都行，不要慌啊。本来就不慌，我不慌不忙。对，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同学也都看不起你嘛，说你山里面的嘛，对吧？是噻。但是你自己不要有这种想法，人家看不起你自己的时候，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还是学习是重要的。虽然说你现在不想学习，但是我为啷个说，上班了的之后，你还是要去买书，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方向的书哈来学习，因为学习才重要。你不要一天只去玩手机了，只去玩这个游戏了，就拐了，晓得不？尤其我现在的这社会上有很多坏人，但是也有很多好人，晓得不？我们要去接触好的人。我觉得跟这个人啷个接触，对我是好的，对我是友好的。而且我们之间也能互补，有很多东西也能相互促进的，我们就结交。他是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我就尽量的少跟他来往。因为你跟这种人一接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受他们影响，就会变成他们那种。对，所以说呢，自己出去交朋友这些也要注意。比如说，就像你说你哥那种啷个，钱又赚起不来，一天抽50块钱一包的烟，当然是你要哥，你没办法。我把我哥电话都拿去了，你都不要说。是吧？本身就是穷苦孩子出身，对吧？你好不容易赚点钱，你结果和我干50块钱一包的烟，就算赚到钱了，都要学会省吃俭用，然后尽量的可以让我们赚到的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到这个地方的路，是从山那边爬上山之后，沿着这个山这些小道慢慢的走到这里来的。单程大概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这里呢原本有4户人家，现在呢只有2家人还在这里居住。我们一进这里呢就遇到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呢才15岁啊，但她已经没上学了。从我跟她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得知这个小女孩挺不容易的。还好呢，我跟这个小孩交流了一下，我觉得她整个人的心理状态还非常好，然后呢内心也够强大。我呢在此呢也希望她以后出去打工呢能够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希望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这2天呀，我们这一片山林里面这个三八菇泛滥，都有好几波人捡到很多的三八菇了。我今天正好回家来，我要去山里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捡到。捡这个三八菇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捡到1堆呢，就能捡到3堆。
我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运气。哇！正说着，终于看到了一堆，我差点放过了，我天哪！哦哟，这里有一堆，有一堆就有3堆啊！我先把这一堆搞定，你们这样是不是看不出来？哇，看一下，相当的不错啊！我先把这一堆捡了哈，再去找别的哈。给大家看看哦，特别爽的哦。可惜了哈，有点可惜了，来的有点晚了。我们继续去找。哇！这里又一堆，你们看到没有？我就问你们，你们看到没有？这个三八菇它隐藏的非常好，注意看，在这个草丛之中。我就说找三八菇，你找到一堆之后，你就在这一堆的周边一定要注意。你看这个地方，如果我不详细找的话，根本不可能看得到。你们看看，它就在这个毛杆草的这个中间隐藏着这一堆。我把它清理出来了，大家看一下，这一堆也是非常大朵，但是都来得有点晚了，看到吗？这个三八菇已经开成这么大一朵一朵的了。然后，哇，我采出来你们看一下。啊，这一朵，哎呦，我天，哇，这一堆真的很大朵，超级大朵的哦，捡不完了，根本捡不完，怎么搞？哎呦，我的天哪！说句实话，兄弟们。我都不想捡了，你说气人吧？这几朵又是几朵巨无霸，你说我咋整？是把它留在这里呢，还是捡走呢？哎，看一下吧，这几朵真的是几朵巨无霸。哎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太爽了，这几朵，看得我是，哎呦，像打的伞一样。哎呦，只有几朵呀？我看一下，只有6朵啊，预示着66大顺，6朵。哎，也祝朋友们66大顺啊！正好6朵，太帅了，这6朵。哎呦，大家看一下这几朵巨无霸，爽不爽？捡不完，根本就捡不完，我都不想捡了，回家了啊，不捡了，我兜子装不下了。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很香啊，朋友们！我正好找了3堆，我不找了。三八菇其实很多时候它隐藏在那些草丛之中啊，所以说，其实也要看运气的。那么找三八菇呢，也有技巧的哈。这个三八菇呢，因为是它下面有白蚁巢，所以它上面才长三八菇。如果说你今年在这个地方找到三八菇了呢，你明年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也能找到三八菇。因为这一堆蚂蚁，它有可能搬家，有可能不搬家。不搬家呢，就在原地；如果搬家呢，也在这周围的10平方公里，不是，也在这周围的10个平方范围内肯定有。但是你要对时间呀，你时间不对的话也没办法。因为三八菇今天长出来之后，你没有找到它，明天基本上就烂掉了，烂得非常快，长得也非常快，一夜之间就长出来。所以说呢，即使你知道哪个地方要长三八菇呢，也是要靠一点运气的啊。今天我也没找多一会儿，我已经找到3堆了，我就不打算找了，因为找多了我也吃不完，好吧。好了，朋友们，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回家煮三八菇吃去了，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正安县的乐简镇啊，路过这个地方啊，在这里发现一个神仙般的居住地方。这个小村子啊，只有后山的这个山坳里一条路进出，村子的前方就是很深的峡谷啊，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而这个峡谷的深度啊，我们目测大概是超过100米的。哇，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村子？它实际上就建在这一小块的平地上，三面绝壁，一面靠大山啊，整个地形非常的好看。而且下方的峡谷内呢，也有河流。你们想想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美？我们从俯瞰的视角啊，就像是一只肥大的熊掌踩在这里。然后这个村子呢，建在了这一只肥厚的熊掌上边，大家看是不是这感觉？
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啊，特别是在下雨的天气啊，这个地方雨雾蒙蒙的那种感觉，简直太爽了。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是900左右，所以说居住是让人非常的舒服啊。就说这个地形啊，在冷兵器时代啊，那绝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形，只需要把后山这个山坳把守好就行了，因为下方根本就来不了人，全部是100多米高的悬崖绝壁。而这个村子的建造呢，看起来也非常的舒服，一条公路插进来，整个房子呢就建在这个位置，就像开的一朵花一样，是不是这个感觉？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整个这个峡谷往里边走，往外边走都非常远，两边延伸开来，应该有10来公里的这么一个狭长的大峡谷啊。我看到这个地形啊，突发奇想，这个地方可能可以开发旅游景区哦，可以在这个村口的位置是吧？建一部电梯到峡谷底，可能会有很多人到这里来进入这条峡谷去玩水玩耍，特别是夏季的时候，你们觉得呢？大千世界呀，无奇不有。朋友们，现在我在镇安的华尔山，到这里来干什么呢？要带你们看一个神奇的撞钟石。华尔山的中寨呀，是一个苗族聚居地。自古以来啊，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神奇传说。这个地方呢，也不例外。在他们华尔山的中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石头，叫做什么呢？撞钟石。何为撞钟石呢？就是用东西去敲击这个石头，它的回声啊，就像寺庙里面的那种钟声一样，非常的神奇。今天呢，咱们就去体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边呢是一片玉米林，这个撞钟石是哪一个呢？这个呢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撞钟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边比较平坦的，上边呢就是华尔山，然后这边过去呢就是整个中寨的寨子。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被人敲击的痕迹啊，都敲得光光的，特别是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都是被人用石头敲击的。那么说的呢，就是这里这一个石头，大家来看一下，这里也敲的是印记。我们看这边这个石头呢，也有人敲的有印记，不知道这个石头会不会响啊？我们先来敲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好吧？这里呢，有人已经放了一个团石头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直接用它这个石头来敲击，大家来听一下，是不是有回响的那种钟声啊？还真的是这个回声非常的清脆啊，是吧？我在别的地方敲一下，这里敲一下看看，这里敲也是一样的。然后最明显的话是在这里敲，因为从这边敲的话，它也是这个地方响哈。其实它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一个位置响，不管是在这里敲也好，那边敲也好，都是这个位置响哈。你看这里就没有用，其实就是相邻的石头，是吧？这个回声非常的清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方哈，因为它的空度比较多啊，整个这个石头呢，基本上就只有几个点呢是顶在下方的石头上的，可能是它下方的悬空的地方比较多，所以呢，一敲击上方呢，再加上下方这个石头的回音反应呢，可能形成了这种似钟声一样的这种声音啊。这个呢，可能是一个特殊地理环境下形成的这种现象。但是这个撞钟石呢，却有一个非常之神秘的一个传说。这个撞钟石的传说啊，是非常久远的。在明朝时期啊，有一户人家，他就把这个房屋呢修在了这个撞钟石的边上。自从这家人把这个房子修在这里之后啊，人丁兴旺，能说会道啊，成为了这里的一方霸主啊，非常的厉害。
有一天呢，他家的小孩呢就爬到这个撞钟石上来玩，随手捡石头敲了一下这个撞钟石呢，就发现有奇怪的这个钟声。就这样呢，这个小孩天天用石头来敲击这个撞钟石，久而久之呢，周围的乡里乡亲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儿，所以呢，很多人呢都跑到这里来看稀奇、看古怪，也随手呢捡石头来敲这个石头。久而久之呢，这个撞钟石好像是吸取了人们的一些灵气。有一天啊，他就变成了一个美男子，到重庆去调戏那些单身美女。长此以往呢，重庆有一些美女啊，还没有结婚呢就怀孕了。这一种奇怪现象呢，从民间就闹到了朝廷。于是呢，皇帝以为是重庆哪个地方的文风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就派地理师呢来勘察。地理师啊，查了3年呢，也没有查出踪影。后来啊，也是听闻了华尔山的撞钟石，于是呢，就跑到这里来查看。地理师到了华尔山呀，果真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撞钟石，时钟敲响的一面呢，正对着重庆的方向。地理师在撞钟石的周边呢，详细的做了一些检查，发现离这个撞钟石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石头长得有点特别像男性特征的这么一个石头。所以说呢，这个地理师大概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儿。这个地理师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悄悄地跟当地的村民说，你们在某天某月某日的时候呢，把那个撞钟石敲开，撞钟石的下方呢有2个鹅卵石，你们把那2个鹅卵石拿走呢就可以了。原本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呢，他有点那种骄横跋扈，就是一方霸主嘛，有点欺负周边的村民，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特别相信这个地理先生啊，就在地理先生选的那一天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把这个撞钟石悄悄的敲开，然后把下面的2个鹅卵石呢给取走了。这是明朝的故事啊。后来呢，住在这里的这家人呢就节节败退，重庆呢也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离奇事件。前边那户人家败掉了之后啊，清朝的时候又有一户人家呢搬到这个地方来居住，依然呢坐不住啊，后来整个家呢也败掉了。再到民国时候呢，也有2家人搬到这儿来呢，也是住不住，后来败掉了。这2家人败了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没有人住了啊。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把房子全部拆掉了，还成了土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片土地。这就是神奇撞钟石的一个传说啊。这些呢，咱们只是当一个故事听啊。我的感叹呢，就是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很多神奇的东西咱们没办法去解释，用一些故事来串联呢，却是特别有意思啊。他们这个故事呢，感觉说起来也是活灵活现的，对吧？特别有意思啊。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